抽風機開始哐哐作響，甚至卡住不轉。到底是壞掉，還是只是卡住？今天直接拆開給你看，順便教你怎麼處理與判斷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回到阿寶頻道。各位應該有聽到這個抽風機發出了空空空空空的聲音，在晚上的時候就會有點吵。我們今天要更換這個浴室的抽風機，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咯。我這邊已經買了一台新的抽風機，我們現在先把它換下來好了。那我們再來研究一下舊的抽風機到底怎麼回事。要開始安裝之前，我們記得先把電源關掉，從這邊電源開關這邊關就可以了。不放心的話，就去關總開關。要安裝跟拆卸這個抽風機非常的簡單，你只要看這個面板上面有沒有這個洞，像這個品牌，它這邊有4個洞，這4個洞就是螺絲孔，把4個螺絲卸下來，這一塊白色面板就可以拆下來。這種工作初學者 DIY 完全可以勝任。這樣已經掉下來了。它這個機器在安裝的時候，它只裝了2顆螺絲，其實2顆就 OK 了，因為這個面板非常的輕，其實不需要4顆螺絲。拆下來之後，可以發現這個抽風機有一個框，它這個框就是固定在天花板裡面的角木上面。檢查一下這個框的邊緣哪邊有螺絲，把螺絲卸下來，這個抽風機就可以拿下來。因為放在浴室裡面比較潮濕，這個螺絲頭都生鏽了，應該要使用不鏽鋼的螺絲。它這個框也是只用了2顆螺絲。其實這種抽風機非常的輕，雖然它這個框上面有很多洞，2顆螺絲就夠了。這個螺絲頭生鏽了，我怕等一下拆不下來。看來我們遇到問題了，這個十字的溝槽完全都壞掉了，沒辦法轉。遇到這種狀況的話，之前有影片，有滑牙救星。一般來說，這種圓頭的螺絲頭用暴龍鉗應該就可以轉下來。今天我也沒把那個鉗子帶在身上。十字的頭如果滑牙轉不動，可以試着用1字的試試看。完蛋了，遇到麻煩了，連1字其實也沒辦法。這一顆螺絲又剛好鎖在木頭上面，如果只是鎖在這種塑膠板上面的話，其實用力拔它可以拔下來，鎖在木頭上面就拔不下來。整個鏽得很厲害，完全沒法轉。目前只找到這種尖嘴鉗，試一下看看。不過我覺得機會不大。夾都夾不了，一下就滑掉。好歹要有個老虎鉗吧，可是我現在找不到老虎鉗，看來真的麻煩了。難道這個影片只能到此為止了嗎？用暴力試看看，暴力的把它撬一下看看。不過真的蠻難的，因為它鎖在木樁上面。這個故事就是告訴我們，浴室裡面的螺絲一定要用不鏽鋼螺絲，不然就會有這種下場。勉強找到這種鉗子，試一下看看。根本沒辦法，根本沒辦法。好像可以轉一點邊，試一下。再找找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老虎鉗。被我找到了一隻老虎鉗，試一下。用力往上頂，夾住頭，旋轉，好像不行，因為鎖在木頭裡面很緊，看來它還是會滑掉。哦，可以哦，要很大力。啊，好像頭被我轉斷了，因為它生鏽的樣子。真的，各位看一下，頭斷了，這樣子也可以啦，反正可以拆下來。那我們等一下就不要鎖原本那個洞，鎖別的洞就好了。這樣各位就可以看到電線。我們現在把這2個電線拆掉，記得電源一定要關上啊。在拆這個電器膠帶的時候，盡量不要把它弄斷，因為弄斷的話你要找頭很不好搞。把這2個電線拆下來。它這個都不滑順了，卡卡。我們到時候研究看看。
它這個新款的抽風機上面有附一個應該是快速接頭，之前我安裝過的抽風機都沒有這樣設計。如果你的電線是這種單芯線的話，應該是可以直接用快速接頭。如果不會使用這種快速接頭的話，或者你的線是花線的話，你可以把這個頭剪掉，你就用一般的接線方法。我之前有影片分享過單芯線連接花線的方法，各位有需要的話可以參考。影片連接放在資訊卡跟說明欄。原本的頭已經凹折了，把它剪掉吧，然後剝皮，把這個單芯線插進去，插緊，它自己就會咬住。另外一邊剝好皮也把它插進去，這樣子電線的部分就裝好了。其實它這個東西是固定在這個上面，那我為了方便拍片安裝，所以我把它卸下來。要不要裝回去就各位自己決定了，不裝回去也沒關係。這邊有個出風口，最好不要緊貼着牆壁，會影響出風。有一些管道間它會有安裝風管，不過我們這個沒有，所以就直接把它裝回去就好。螺絲鎖對角就可以了。剛才是鎖這一顆跟這一顆，我們現在換一個方向。如果上面有木樁的話，2顆螺絲就很穩固。面板上面這4個螺絲再鎖回去，其實也是鎖2個就好。這樣子就更換完成哦。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。我們的影片有這麼膚淺嗎？別急着走啊，接下來還有哦。我們現在已經把抽風機拿回來了。我本來想試着接一下電，這邊電線都接好了，插上插頭，它現在已經轉不動了。這個渦輪已經很不滑順，摩擦力很大。我剛插電，它居然連轉都不轉。這個裡面也非常髒，我現在先把它做基礎的清潔一下，免得等一下灰塵掉得滿桌子都是。這個裡面的灰塵實在太多了，我還是想把這個風輪先拆下來，這樣子清潔的比較徹底。這裡邊上有一顆螺絲，先把它卸下來。螺絲卸下來之後，裡面這一塊塑膠板可以先拿出來，這樣子可能會比較好操作，也比較好清潔。要把這個風輪拆下來的話，我們要把這個 C 型扣拿下來。C 型扣拿下來之後，這個風輪就可以從中間這個軸心脫離。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拿出來。從外側我們可以看到髒東西一塊一塊的。這個如果不清潔的話，基本上這個風扇應該都沒什麼風量，因為風口都被髒東西堵住了。像我這一台風扇，基本上是24小時都不關的，它也運作了好幾年。所以定期清洗是有必要的哦。我現在就先把這個風輪清洗一下，然後把這個抽風機內部稍微清潔一下。這個跟一般的 C 型扣環不太一樣，它這個長得有點像鑰匙圈那樣子，所以它並不是扣在凹槽裡面的。它用尖嘴鉗夾住的話，應該就可以直接拔起來。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清洗後的樣子。沒有清洗，你還不知道它這原本是白的。我們放一張清洗前的圖片給各位對比一下，是不是超明顯的？清洗前這些扇葉之間的縫隙完全都被髒東西給擋住了，風根本過不去。所以你的排風扇有開等於沒開，根本就是在浪費電而已。它這邊就是一根塑膠柱子，軸心是套在這根塑膠柱子裡面。我估計它就是用這個像鑰匙圈的東西，直接套在這個上面，把這個塑膠柱子套緊，就只是這樣子而已。所以拆卸的時候，從下面往上面撬，或者用尖嘴鉗直接往上面直接拔出來。在拆風輪之前，我插電，這個馬達完全轉不動。我懷疑是裡面髒東西太多了，導致它卡住，整個轉不動。現在風輪拆掉了，我們再來測試一下。它現在就發出嘰嘰乖乖的聲音了，應該是馬達裡面缺油了，所以我們可能要研究一下，看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。這一顆馬達應該也是可以拆下來的，
我現在先用最基本的維護方式試看看。我們先不要拆，軸心這個周圍先把它清潔一下。清潔完之後，我們先上點真車油，讓它自然滲下去。我們現在是在不拆馬達的狀況下，用最容易的方式處理一下。通常來說，應該軸心的前後都要加，不拆馬達的話，後方就加不到。我用手轉的話，好像是有變滑順，也沒有那種奇怪的聲音。插電試試看，好像是不行，它還是發出聲音。這個馬達應該是鎖在這個塑膠殼上面，這個地方有看到一顆螺絲，還有對面這邊應該也有一顆螺絲。這兩顆螺絲我們先把它拆下來，看看馬達能不能拿下來。螺絲卸下來之後，這個馬達好像就可以拿起來了。只是它還有電線固定在這個塑膠盒子上面。我們暫時先不要把電線拆掉，因為我們只是想幫馬達上油。既然馬達可以拿起來，我們就可以針對馬達的軸心下方這邊、上方這邊都可以從內側幫它上油。看不出來這個裡面是不是有培林？如果有培林的話，上油的效果可能就不好，可能就要換培林。因為有一些培林它是密封式的，密封式的話上油效果也進不去。反正我們試一下看看哦。我現在上完油了，因為上油的過程實在是很難拍。畢竟我們沒有把整顆馬達都拆下來，然後線又有一點短，該上油的地方我都用口說的方式跟各位說了。如果不知道怎麼上油的話，也可以參考之前我抽風機跟電風扇的影片哦。現在再把固定馬達的那兩顆螺絲鎖回去，然後我們現在再插電試一下，它已經在動了哦，現在很安靜啊，聽不到聲音啊。它現在馬達已經是在運轉的狀態了。所以看起來我們這樣子的處理還是有效的哦，只是它能維持多久，我現在還不知道。反正如果我有使用這個抽風機的話，我會持續觀察。如果有什麼變化，我都會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拍新的片子再跟各位分享。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風輪套回去，風輪中間有個洞，直接往軸心上面套就可以了。套完之後，我們就用像鑰匙圈這個東西把它套到這個軸心裡面，這個東西應該是要往下把它壓緊，用1字起子稍微把它往下擠一下。應該風輪的這個塑膠，它裡面會比較厚，上面比較薄，所以把這個圈圈用力往下卡住的話，它就可以把這個風輪跟軸心固定住。我們裝上去之後再插電測試一下，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它現在都在轉動了哈。我旁邊再放一張清潔之前的相片，給各位做一下比較。各位會發現，原來風輪是白色的，不是黑色。我原本還以為風輪是黑色的。清洗完之後，這個風都變大了。最後，我們要再把這一塊塑膠板鎖回去。基本上這樣就 OK 了哦。這一次第二階段搶救這一台排風機，這樣子算是成功了哦。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幫我按個讚，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